来吃吧。我是在一间教堂见到你的。为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？你不会是想说我们很有缘分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哦。喂，小姚，大哥，别跑！上一秒，心跳已无法前进，有一些挣扎，怎么都还要继续。黑夜渐渐逼近，却不留痕迹，吞噬每个身影和每一寸回忆。当黑夜找到了迷失的心灵，也许爱，也许恨，刺破了彼此生命。眼泪悄悄抗拒，却是那么透明，让人都看不清。但时间将揭晓所有谜底，揭开所有黑暗的心。帮我查看附近 CCTV 的画面。发生什么事啊？我妹妹为什么会被袭击呢？是一宗袭击案件，当时很多人被打，刚好你妹妹在现场，所以就被打了。不过她没事。他为什么会在现场？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啊？她在警局碰到我，巧遇不行啊。有这么巧吗？是你故意找他的吧？我找她干什么？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空闲的，好不好？哥，小姚，你头受伤了，有没有事啊？会不会疼啊？医生说只是轻微擦伤啦。那其他身体部位呢？有没有受伤啊？周警官，刚才谢谢你救我。不客气。刚刚不好意思，我先送小回去，再联络你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走吧。咖啡。哎，小心烫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回车上换条裤子，啊？干嘛？免得你看着不舒服嘛。哎，不用不用，坐。真的啊？真的。对了，我听说那个写小说的很积极的帮你查当年的案件，终于证明你父亲是清白的。对啊，如果不是他，我到现在也放不下这件事。他这么关心你，是不是在追求你啊？他从来没有表示过，我怎么知道啊？你干嘛这么问？我觉得身为一个朋友，应该给你一些忠告的。什么忠告啊？你看上一次他无缘无故失踪，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你不会怀疑他吗？我觉得他没有必要撒谎啊。你不会觉得他这个人很像隐藏很多事情，然后心里藏了很多秘密吗？他的确是比较另类，而且不容易相信别人。不过他不是个坏人，你从一开始对他有偏见啦。我是好心给你忠告，可是你不领情，到时啊发生什么事，你不要说我没有事先警告过你啊。他不会伤害我的，你不用担心。你是不是喜欢上他啊？这关你什么事啊？那天你伤口都流血了，还急着要找他，根本就是紧张过头，还不承认你喜欢他。
我是在乎你才说这么多的，你明白吗？啊，算了算了，不明白就算了。现场被袭击的人都是路过的，彼此之间都是没有关联。这个男人应该是见到人就打，没有特定的目标。卡顿，你那里查的怎么样了？发什么呆啊？你干嘛？我问你查到什么了？哦，这个男的看到人就乱打，也不知道他想怎么样，应该是个神经病。No， 我看他是要制造骚乱，应该是有某种目的。哎，brother，为什么你会跟迪生的妹妹在一起啊？刚才碰到啊。哦，原来你已经放弃了 Dr. Snow， 你现在转移目标去追小妹妹啊？什么转移目标？这是不可能的。哦，原来你的目标一直是 Dr. Snow， 你终于肯承认了。哈哈哈哈。承认又怎么样？我不可以喜欢他。可以，当然可以啊！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会一直支持着你啊，对不对？可惜的是，我每次在他面前都会说错话，被扣分。我看我没什么机会的。你都还没有告白嘞，一个男人怎么可以说自己不行？你没有听到吗 No sir。他们都没有听到吗？专心工作。Yes sir。嗨，那天你说要放下7年前所有的事，那是不是表示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当了？你好，我叫迪生，是位小说作家，愿意交个朋友吗？张敬玄，律师。你好，陈丽娜的案子已经查出凶手了，是你查的吗？没错啊，是我查的，终于证明邱刚这是清白的。其实你早就知道他是无辜的。邱刚正出事后，我是通过迪耀知道，他跟陈丽娜根本没有私情。当时我就知道，我错怪了他，也怀疑我们做的一切都是错的。那你为什么没有去追查真相呢？因为我担心，万一查出他是无辜的，我们可能无法承担这个后果。我又不想摧毁你们信念，也不要大家背负这个悔恨。所以你瞒这件事，是为了要我们继续跟着你执行正义。我做错了这件事，最错的是，我竟然害死了一个这么可敬的人。虽然我已经帮他讨回公道，但是没这么容易赎罪的。那你已经知道雪清的身份，你还打算跟他在一起吗？之前你说在教堂里见到我，过后就没有下文，你可以说了。哦，其实也没什么，改天找到适当的时间再说吧。总是这么神神秘秘的，
哎，告诉你一件事，那天罗金珠承认害死我爸的时候，我好像出现了一个幻觉。什么幻觉？我突然想要为我爸报仇，而当我意识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消失了，让我不大确定到底有没有发生过这个幻觉。真奇怪，我都没想过要为我爸报仇，也放开了这件事，都正式跟他道别了，这件事已经画上了句点，所以就让它完结吧。医生，喂 ，Hello， 啊，我在听啊。你真的有听我刚才在说什么吗？有啊，你是说幻觉对吧？我看你是在放空自己了，拜托你尊重一下别人好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看我好像有点累了。哦，对了，好，没关系，明天见面再说啊。明天我突然有点事，看我们改天再约吧。什么事啊？没事啊，我们改天再聊吧。好啊 ，Good night， 晚安。晚安。一段无法回头的旅程。7年前也有类似的案件发生，疑犯拿着2把铁锤，见到人就打。当时我有参与调查工作，最后抓到的疑犯就是他。他叫陈志峰，当时38岁，是一家工厂里的文员。他为什么发疯乱打人？那时工厂裁员，他是其中一个被裁的。他觉得很不公平，认为所有人都在针对他。我们也从他家里找到一段录影，是他自己拍的。我辛辛苦苦埋头苦干了那么多年，每个月只是那么一点点的薪水，那些上司做了什么？他们只会用嘴巴讲。为什么被裁的人是我，不是他们呢？这个世界永远是不公平的。你醒醒吧，不要再被有钱人利用了。这个陈志峰根本就是太偏激，难怪会情绪失控，到处乱打人。其实我觉得他蛮可怜的，就因为没有了工作，老婆就带了儿子跑路，才会让他越来越想不开。那当时你们是怎么抓到他的？他袭击人的时候没有特定的目标，所以很难从受害者身上找到线索。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才查出他真正的身份。正要去逮捕他的时候，接到线报，有人发现他在哪。我们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昏迷了，头部严重的受伤。过后他陷入昏迷整1个月，醒来后却没有办法记得他是怎么受伤的。他是不是被人袭击的？有可能。后来他被确定精神上有问题，被判坐牢，同时要接受心理治疗。他现在应该是被放出来了。谁的声？好味道！哇，好臭！啊！哎呀！啊！今天的早餐是臭豆腐。叔叔，拜托你让我睡觉。叔叔你啊！来哥，我喂你。别吵！我累了啊，我们休息了。不可以，继续来。哎呦！哎，早。早安。是我叫他一起来跑步的。来，一起，Go！ 好，一起。走。努力，跑快一点，跑远一点。哦，不行，要休息。
我叔叔是个疯子来的，热死了。你在干什么？没什么。怎么会有花的？是了，为什么后面会有花的？你放的吧。就当做是我放的了。送给你。干嘛送我花呢？因为我觉得你像这种花。什么意思？很像吗？总之就是，我觉得你像这种花，然后刚巧的我又很喜欢这种花。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吗？我虽然现在不讨厌灰色，但也不会喜欢它。对于某一些东西，我还蛮肯定这一辈子是不会喜欢的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哇，你一点机会都不给我。当朋友也很好啊。还有，我劝你不要被我叔叔拖下水了。他是个大小孩，很幼稚的。我有事先走啦，谢谢你的花，拜。拜。干嘛？有人向你这样告白的吗？我只是一时紧张，不可以啊！真笨。谢谢，拜拜。嗨，你要来怎么不通知一声呢？我是故意不通知你的，免得你没有办法专心演讲。还给我的。用了3天的时间，终于看完了，也帮你想好书名了。用你的演讲题目《单向列车》很适合啊。是吗？就像你小说里写的，人生就像是搭上单向列车，一路走走停停，相识的人来来往往。有些人陪你到下一站为止，有些人只是过客，不到最后，不知道谁会陪你走到终点。是啊，还蛮适合的。不过我有些意见。你把我父亲的故事写得太悲剧了，什么最后男主角杀了女主角的父亲，你们写故事的人就是爱夸大情节。我觉得故事太平淡不好看。不过还是要谢谢你把我小说看完。你好不容易逼我看了你的小说，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没什么，谢谢你宝贵的意见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急事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地生，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笛声，嗨。嗨，邱医生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记得，你是上次帮泽邦辩护的张律师。你迟到了，罚你请吃饭。好啊，没问题，请就请。邱医生，一起吗？不了，不打扰你了。那好，我们先走了。走吧。拜拜。
不好意思，刚才借用你来摆脱雪清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的用意，所以才会主动配合的，所以不能说你借用我啊。其实那样做是对的，如果你真的跟他在一起的话，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以他的性格，他一定会追究到底，不会这么轻易罢休。可是，我不想伤害他。不然这样吧，我不介意让你继续借用我，就说我是你的女朋友，让他知难而退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弄假成真的。谢谢你。怎么是你啊？不请我进去坐一下。请。找我有事吗？你最近是不是常去见迪生啊？有问题吗？死心吧，因为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不要抱有希望。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，不需要你来提醒我。没事的话，我要休息了。最爱你的人是我。我会证明给你看，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打动你的心。好的，根据现场目击者的描述，疑犯的装扮跟上次铁锤袭击案的疑犯是一样的，应该是同一个人。他往哪个方向逃走？那边。这混蛋要我们去找他。你是陈志峰先生吗？我是中区总部严重罪案调查组的 ASP 周建峰，需要问你几个问题。哦，
关于最近发生的铁锤袭击案，你有没有听过？我不知道。这个疑犯跟你以前一样，喜欢拿2把铁锤乱打人，很巧哦。我真的没有乱打人，我没有啊。4个小时前你在哪里？来上班的途中吧。我真的没有打人，我真的没有啊。我们又没有说是你，我们来找你是希望你能提供当年的案件，让我们做参考。我以前真的很笨，很多东西想不开才会去做出那种事的。可是我现在生活过得很好，人也变得开心了。我真的不会再去打人了。那你有没有跟别人说过当年的案件？可能有吧，可能在精神病院的时候有跟病患说过，可是我不记得了。对于当年你被人袭击的案件，你有没有印象？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当时什么人袭击你？多少个人？男的还是女的？一点印象都没有吗？我真的不记得了，当时发生的事情，我真的印象很模糊。我到底是不是有被人打，我也不知道。有没有查到他脚是怎么受伤的？他在精神病院的时候不小心摔倒，弄伤了腿，从那以后就开始跛脚。我追过这个疑犯，他跑得比兔子还快，不可能是陈志峰。我看疑犯应该是在模仿他当年的干案手法。我怀疑他应该还记得被袭击的事情。他当时被打到差点昏迷不醒，应该很痛恨袭击他的人。如果他记得的话，肯定会说出来的。阿吞，阿吞，啊？在想什么？我觉得陈志峰鬼鬼祟祟的，问他问题的时候又一副很心虚的样子，所以就怀疑他了。这个疑犯会不会是跟当年袭击他的人有关？有可能哦。有一个人可以帮他想起当年的记忆。陈先生，我们会通过催眠治疗进入你的潜意识里，让你记起那时发生的事。真的可以吗？其实你的记忆还存在的，只是暂时躲起来。我们要跟他沟通，看他愿不愿意出来。不过记不起没关系的。你是自愿来的，如果你现在反悔，我不会勉强你。其实我也是很想知道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事。一天不解决这个问题，我自己也不安心的。我们现在一起回到7年前，告诉我你看到什么？志峰，你记得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很熟悉，可是我不记得了。当时有人发现你躺在这里，头部受伤，已经昏迷过去了。为什么被人打伤的？你为什么会来这里？应该是回家的途中路上吧。好，我现在要你想象这段记忆在一个包裹里，而这个包裹就在我手上。你失去的记忆就藏在里面。你必须输入密码才能看到里面的东西。什么密码？你被袭击的日期。当时你在袭击什么？当时你在攻击什么人？
看不清楚。没关系，你做得很好。现在我要你冷静下来，看清楚这个人的面貌。我看不到他的脸，他戴了头套。你杀了这个蒙面人，我不知道，我打了这个蒙面人，我就赶快逃了。后来我又被另外一个蒙面人追上了。可以离开那个地方，回来。没事了。你刚才说你看到2个蒙面人，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的样子啊？好像是3个，是2个，一个被我打，一个打伤我。为什么他们要杀我？你当时有没有跟任何人发生冲突啊？会不会是被你袭击的人回来报复啊？不可能！当时我在路上乱打人，我都不认识他们，他们也不认识我啊。我记起来了，我在精神病院的时候，有人来问过我，为什么我被打伤？是谁？我不记得了。既然那2个蒙面人不是志峰的仇家，为什么还要袭击他呢？难道是想为受害者讨回公道？又是一个暗中制裁罪犯的人。这次的疑犯会不会是在抄袭那个迪生的小说？他知不知道这件案件？你自己去问他哦。你最近没有见到他吗？你们发生什么事了？吵架？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了，哪有时间应酬我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不知道，总之很突然就是了。我早就警告过你了，他这个人是不能相信的。你现在终于知道我是对的吧？你还敢落井下石啊？ sorry 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老大，哎，对了，陈志峰被催眠的结果怎么样了？有没有记起什么？就记起那时有2个蒙面人袭击他。那他有没有记起那2个人是谁啊？他记忆有点乱，不知道他说的话可不可信。不过他倒是有提起，那时有人到精神病院去探望他。那个人是谁啊？就是要你去查。好，我会查的。我猜现在发生的铁锤袭击案，应该是在呼应陈志峰所做的事。这2者应该是有关联的。 应该不会有人留意我们吧？你不要这么紧张，别人就不会注意你。再说，我们见面聊天没什么可疑的。如果不是事态严重，我是不会主动联络你的。知道，是关于陈志峰的事吗？原来你知道，我还以为你不管这件事情。我有暗中在留意这个案件。 那你什么时候行动？你要我行动什么？陈志峰已经记起以前的事情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些什么？不用担心，就算他恢复记忆，我相信他也不可能知道我们的身份。我怀疑陈志峰跟这2宗铁锤袭击案有关。他这次出来就是要引我们出来。那我们就不要上他的当。你不是应该逼他认罪 ？Shadow Walker 是时候出现了。 为什么每个人都觉得我是 Shadow Walker 呢？难道你不是吗？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什么都不用做，静观其变。我相信不久后，真正的 Shadow Walker 会出来对付他的。
狄小姐，那个写小说，你哥的小说，你都看过吧？嗯哼，我可是他的头号粉丝，每一本小说我都至少重看了2遍以上。有时候我哥他都不比我清楚小说的情节，哦，我还常常提供创作点子给他写小说呢。那在他小说里，有没有类似当时你碰到的袭击案件呢？好像有哎，我记得我哥好像写过一篇短篇小说，故事大概是说有一个男人，他对这个社会充满了愤怒，然后就手握2把匕首，到处去杀人，发泄心中的不满。那跟目前的案件还蛮相似的。你是不是想说这个疑犯在抄袭我哥的小说啊？不可能啦！为什么？这篇小说是在我哥还没有成名之前写的，从来都没有发表过，疑犯怎么可能看得到啊？有这么巧吗？狄小姐。啊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你去哪里啊？回家。回家？那边这么多东西你不做，你回家？那边的工作不是我负责的。我说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你给我做完才走。你干嘛？我去做过。Sorry， 有话要跟你说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要出去，下次吧。真的很重要 ，please。没关系，你们谈吧，我先走了，我迟点打给你。明天见。拜。为什么要跟踪我？你是不是认得我？我当然认得你了。你真的认得我是谁？你就是那个警察，那天就是你来问我案件的事。不要再装了，我可以肯定你已经记起7年前的事情。你在说什么？铁锤袭击案根本就是你做的，还在墙壁上面写 "Come find me"， 是想要引我们出来是不是？为什么要偷袭我？杀我！不要杀我！我还不想死。你还有一个同党呢，他在哪里？终于肯露出真面目了。你有什么事想找我谈？我不相信你会突然冒出一个女朋友。
根本是用来逃避我的借口。我说过，我没有逃避的意思。我很清楚我们之间的感觉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至少说出来让我知道。没错，我的确是想避开你，因为我们不能有进一步的关系。为什么？我做了一件无可挽回的事，可是我不能说出来，又不想瞒着你，所以只好选择逃避。这件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好几年前了。不管那是什么事，都已经过去了。如果你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不需要告诉我的。每个人都有保留隐私的权利，我不需要知道你的每一件事。你既然已经知道我有个秘密，总有一天，你一定会想知道这件事的。我连爸的事都放下了，有什么事能难倒我的？就算知道你的秘密，我也承受得住的。你会后悔的。你别过来！你不要再过来了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，我让你走。躺下。闭上眼睛，我要你好好的感受草地的感觉。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事，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无法改变。将来的事，我们也无法掌握。就现在这一刻。躺在这里的感觉，才是最真实的。亲爱的你归西，我已不认识你，站在面前却疏离。希望我能赶上这趟列车，跟你一起踏上旅程。不到目的地，谁都不准下车。可惜心却换了心。却装得很熟悉，两块冰如何取暖，两团火如何交谈，只剩下怎么办？在我眼底疯狂乱窜，两个伤了爱情的罪犯，毁掉对方疼爱自己的模样。谁绑架谁的梦想，谁偷走谁的喜欢，这荒唐竞技场，爱逃到多远的地方？伤了爱情的罪犯，烧掉对方幸福快乐的天堂，放肆
应该怎么放过断，又该怎么断？你已经不一样，我举手投降，跟着分离宣判。看不见的伤原来最痛，它不流血却更加折磨。你想说，我想说，一开口天寒地冻。两个伤了爱情的罪犯，毁掉对方疼爱自己的模样。